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唐朝时期，有一位书生名叫李光耀，虽然年仅20岁，但是已经学富五车，是当地有名的才子。今年科考大家都认为他能够高中，李光耀也对自己充满信心，踏上了赶考之路。李光耀一人前行，途中偶遇到同样赶考的书生王有才，此人也是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，二人相遇彼此欣赏，因此结伴而行。王有才说道：所谓知己难寻，我看李兄学富五车，这次肯定金榜题名。李光耀也对王有才大加赞赏道：王兄客气，我看此行咱们二人都不会落榜，以后咱们一起为朝廷效力，岂不妙哉？王有才接着说道：对，到时李兄你我共享荣华富贵，金钱美女样样不会落下。李光耀一皱眉，没想到王有才竟然当官是这样的抱负，这让他有些失望。但是人各有志，他也不好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强压在他的身上，便敷衍一笑了之。二人有说有笑，眼见黄昏将至。此时他们所处荒无人烟的半山腰，本来打算找个落脚的地方就此露宿，谁知王有才眼尖，对李光耀说道：李兄快看，前面不远处有2棵大树，后面是一栋别院。李光耀根本就没有注意，经他这么一说，仔细望了望，确实树后藏着一个大门，不仔细看还真的发现不了。二人于是来到别院前，王有才望着装饰豪华的门框赞道：想不到此地竟然还有如此建筑，看来不知是哪位达官贵人在此清修啊。李光耀说道：估计是之前在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，在此建院求个清静，以免被外界打扰吧。王有才连连点头道：李兄明鉴，看来8九不离10了，那我们的运气还真是不错，看来这别院的主人非富即贵，不知能否将我们留宿此地。二人随即敲响大门，从里面来了下人，是一个婢女，长相一般。二人与女婢说清来由后，女婢便将二人领进了屋内。屋内坐着一位老爷，显得慈善平和。二人打过招呼后便分别落座。那位老爷说道：二位公子，老朽名叫邱杰，听下人们说二位此行是进京赶考，我这老匹夫别的不爱好，就爱好和有文采的年轻人打交道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家中便有2个姑爷是当年的状元。二人一听连忙起身道：没想到邱老爷还有如此雅兴，我二人真是不虚此行。邱杰摆摆手道：哎，别客气，我这人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沾了姑爷的光罢了，我这人别的不行，看人很准，你们二人这次定有1人高中榜首。邱杰刚说完，只见一位妙龄少女端着茶水送到二人身前。王有才看得目不转睛，这少女估计约有16岁左右，但是已经亭亭玉立，娇羞的脸庞红扑扑的。邱杰看了看王有才，眼睛一转说道：这是我那最小的女儿秋月，两位见笑了。来，秋月还不跟2位未来的状元郎打个招呼。只见秋月随即便向二人行礼道：二位公子，小女子秋月有礼了。说完便害羞地跑下去了。王有才一直注视着秋月离开，而李光耀却是只喝着茶，并没有被这个意外出来的姑娘所吸引。邱杰摸了摸胡须道：二位长途跋涉，不如在这里安顿几日，也好有个调息。李光耀站起身道：感谢邱先生的美意，我二人此行赶考还有些路程，怕途中有变，还是不劳烦了。王有才却拉住李光耀的胳膊说道：哎，李兄何必如此着急呢？既然邱老爷如此好意，我们不如留下几日，也好在此吟诗作对，探讨一下诗画。邱杰未免场面过于尴尬，连忙打圆场道：没关系，既然李公子有自己的计划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。
今晚咱们吃顿便饭，就当为李公子饯行吧。李光耀深深鞠躬道：邱先生深明大义，李某钦佩。不过有王兄在，相信也能圆了邱先生的心愿。三人又闲聊几句，饭菜已经备好，几人落座开始把酒言欢。喝得兴起之时，一位丫鬟上菜，这是一条红烧鲤鱼。可是当走到李光耀身后时，滋溜一下不小心把整盘菜打翻了，正好扣在了李光耀身上。李光耀被烫得哎呦一声，赶紧起身扒拉身上的菜汤。那位丫鬟站在一旁却怕得不知所措。邱杰当时被气得站了起来道：你这小云怎么做事如此鲁莽，看把李公子弄得如此狼狈，还不下去。李光耀勉强露出笑容道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随后便去换衣服了。邱杰叫来管家，在耳边说了几句，管家点头应允，随后便出去了。李光耀换完衣服走了回来，邱杰连忙抱歉道：真是不好意思，管教不严，让李公子难堪了。李光耀说道：不打紧，只是换件衣服的事，邱先生不必在意，咱们继续喝，免得因为这件小事搅了雅兴。邱杰道：李公子心胸宽阔，年纪轻轻实属罕见，我自罚3杯以表歉意。三人继续边喝边聊，吃完饭之后便各自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光耀收拾好行囊出了寝室，邱杰和王有才已经在外面等候。几人互相寒暄之后，李光耀便走出了邱府，向长安进发了。李光耀独自一人走了一天，眼看又要到了黄昏，此时正好来到一个小镇，小镇有个客栈，李光耀便在此留宿了。吃过晚饭后，便赶紧休息睡觉了。然而这次留宿却差点要了他的命。李光耀第二天起来，感觉浑身酸痛，头胀得厉害，感觉自己已经支撑不了身体，于是将伙计喊了过来，让他帮忙叫郎中。李光耀最后还是躺在了床上。等到郎中赶到时，李光耀已经十分难受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郎中为他诊脉，眉头紧皱，说道：公子啊，你这病还真是罕见，我生平只遇到过2次，我这没有什么办法，听说有个秘方可救你一命。郎中随后站起身道：可是我这里没有那秘方，真不知有此良方之人现在何处。ai，恕老夫无能为力，先行告退了。李光耀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听到郎中的话，心中凄凉，感叹自己赴京赶考还未实现远大抱负，谁曾想就要客死他乡了，越想越不甘心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女子打开了房门，然后向李光耀走了过来。李光耀此时晕晕乎乎，看不清女子的容貌，只见女子说道：公子不必气馁，我这里有那祖传秘方，可救公子一命，且等我将药材配齐熬给你喝。李光耀没有听完就昏睡过去，只记得好像有人要救他，别的记不清了。当他醒来之时，身边坐着那位女子。女子说道：公子你可醒了，你已经睡了3天，真把我急坏了。李光耀感到心中一暖，没想到萍水相逢，却有人这么关心他。仔细一看，觉得这位姑娘似曾相识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那女子看出李光耀满脑疑惑，说道：公子可能忘记了，我是那邱府的小云，当时便是我将你的衣服弄脏的。小云继续说道：当日因为弄得公子难堪，邱老爷便第2日将我辞退了，我只得回到了家里，帮着父母采摘些草药。谁知听郎中说道你身患怪病，便来此相助。李光耀愧疚地说道：真是对不住姑娘，没想到那晚的事竟让你丢了生计，现在却又对我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。小云却笑道：没关系的，这也算天意吧，要不是当日我被邱老爷辞退，也不会在此遇到公子呢。两人说说笑笑，彼此感情更近了一步。就这样，李光耀在小云照顾几日之后，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，
眼见考期将至，李光耀便与小云道别。临别之际，小云依依不舍地说道：公子一路小心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如果你金榜题名了，会不会把我忘了呢？李光耀说道：当然不会，我怎会忘记救命恩人。小云接着李光耀的话说道：那我们约定好了，如果公子高中就来娶我可好？李光耀没想到小云竟如此直接，虽然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并且也在这几天照顾了他几日，可是时间短暂就要约定终身，他觉得这太突然了，但是自己又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于是便答应了。李光耀来到长安，经过几天的等待，终于迎来了考试。在此期间，他还看到了王有才。王有才与他寒暄之后，便纷纷踏入考场。等到考试结束后，李光耀与王有才便在长安逗留几日，等待金榜揭晓。金榜揭晓之时，果真二人纷纷高中，李光耀为状元，王有才为榜眼。王有才倒是对这个状元心服口服，于是便请李光耀吃了顿饭。二人吃饭的时候，王有才无意中聊起他们赶考之时在邱家的经历。原来在李光耀走后，王有才在邱家患了重病，原以为会在邱家结束此生，没想到后来却活了过来。李光耀很是惊奇，连忙回复道：真巧，我在离开之后也患了重病，看来我们都是遇到了贵人啊，不然都没有命来这里考试了。王有才一听也是不敢相信，不过随后便说道：那邱先生在我临别之时对我保证，只要我高中前3甲，便将小女儿许配给我。当时人在屋檐下，我也不好拒绝，不过眼下我中了榜眼，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不能答应，毕竟以后做了官，金钱美女样样可的，为什么要去娶那半山腰的人家？这几日我家里人已经给我消息，给我物色个大户人家了。李光耀感觉这种事似曾相识，但是没有将小云的事说出。他安慰道：终身大事还要与父母商量一番为好，不然仓促行事恐怕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。王兄，你以后可不要变得太快，让我认不出你来哦。王有才说道：李兄，这是见外了。怎么会呢？你我算是有缘，以后官场之中难免还会有交集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既是为祝贺李兄喜得榜首，其次就是要与李兄道别了。李光耀疑惑道：王兄这是何事如此匆忙？王有才道：这不是家里催吗？让我考完后就赶紧回家，如果获取了功名，家中也有所准备。李兄你呢？怎么打算的？李光耀说道：我好不容易来一次长安，打算再游玩几日，然后再回去。可惜王兄，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。就这样，二人把酒言欢到深夜。到了第2日，李光耀便为王有才送行，然后便在长安游玩了几日。又过几日，李光耀见已经从家中出来多日，便开始收拾行囊返乡了。经过数日奔波，李光耀在一处小树林里准备歇息。他坐在大树下面喝口水，吃了口干粮，不禁感慨道：此地便是与王兄偶遇之处，不知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李光耀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王有才的家乡就在附近，何不去拜访一番？在长安临别的时候，王有才说过，他回去可能是筹办婚事了，也许自己此行还能讨杯喜酒喝。就这样，李光耀便改变了行程，来到了王有才所在的家乡。一路打听，终于有人得知认识王有才，可是这个路人的回答却是让李光耀大吃一惊。那位路人说，王有才前几日突然暴毙了，现在家里还办着丧事呢，挺可惜的。听说他都考中榜眼了。李光耀难以置信，王有才如此年轻，怎会就这么死去了？他顺着路人的指引，便来到了王有才家中。王有才的家人们都处在伤痛氛围中，见李光耀这么个陌生人前来祭奠，很是感激。原来王有才回来后，家里便开始给他物色几个不错的姑娘，
仗着王有才高中榜眼，家里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。谁知没过几天，王有才突然一病不起，然而这里的郎中皆束手无策，就这么死了。李光耀悲伤之余，突然联想到了自己，难道当时的那个怪病没治好，还能复发吗？可是现在身体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，真是奇怪了。李光耀也没法去考证，见王有才家中氛围凝重，也不再多留，便继续赶回家了。走着走着，眼看家乡近在眼前，就在他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女子喊救命。李光耀循声而去，看到一位年纪不大的女子在水中扑腾，眼看就要沉入水里。李光耀没有犹豫，直接跳入水中将那女子救了上来。女子惊魂未定，随后捂着心口窝说道：感谢恩公，我还以为这次就死在这里了，不知恩公高姓大名。李光耀说道：在下李光耀，刚刚从长安复考归来。那女子有些惊讶：恩公是李光耀，那位状元郎？李光耀好奇道：怎么，姑娘认识我？那女子解释道：不，李公子的事早就传开了，只是没想到在这里能够遇到真人，不过这也许是天意让我在此能够见到你。李光耀疑惑道：此话怎讲？那女子犹豫了一下说道：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不过恩公你相信我，我肯定不会害你的。你是不是已经去了王有才家中？他已经死了吧？李光耀感觉大脑嗡了一下，这位女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，连王有才的死也这么清楚。他点点头，刚要开口，那位女子摆手道：恩公莫急，到时我会把真相告诉你，你且记住，回到家中后不可出门，一定要卧床装病。那女子说完便急匆匆地跑了。李光耀有些莫名其妙，这女子怎么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说清楚。他也不再多想，便抓紧时间赶路了。回到家中，李光耀家里不时有亲戚来访，李光耀和父母打过招呼，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不出来见客了，然后便在卧室休息。他想起了之前那位女子的忠告，于是躺在床上不再下地。父母见李光耀卧床不起，很是着急，连忙将郎中请来，可是郎中却摇摇头，很是纳闷。从脉象来看，李光耀根本就没有病，怎么会却是这个症状？他无奈向李光耀父母解释道，自己无能为力，不能医治李公子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就这样陆陆续续来了几个郎中，都看不出李光耀得了什么病。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深夜，李光耀因为没有下床，有时白天睡得多，晚上比较精神。此时他精神大作，听到外面好似有人窃窃私语，其中一人说道：你怎么这么快就动手了，还没和他商量呢？另一人说道：我没有啊，这不是等着和他商量后再行动吗？真是奇怪了，咱们还没下药，他就已经躺下了。李光耀还在细听，忽然外面有人喊道：抓住他们！只见屋外灯火通明，瞬间很多人举着火把照亮了屋外，不时传出喊叫声。不一会，一人敲响了李光耀的屋门道：李公子，可以出来了，贼人已经捉到。李光耀于是起身下了地，打开房门一看，敲门之人竟然是前几日他救的落水女子。那女子说道：李公子，这二人想加害于你，如今主动送上门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李光耀随后向那被五花大绑的二人走去，只见一男一女低着头，走近细看不由得一惊：你不是小云吗？你不是客栈那位郎中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认识我家？李光耀一头雾水，这小云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啊，怎么会在这里？那位女子说道：公子可不要被他们蒙蔽了，这个郎中就是小云的父亲，而这个小云此次前来就是为公子下药的。李光耀不解，小云之前可是救过自己，为何要给自己下药啊？那位女子看出李光耀很多不解，
便将事情一一道来。原来那个邱杰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女儿嫁个好夫婿，专门在他家中留宿的书生中下药，然后再施恩将其救起。如果书生没有获取功名就罢了，如果获取了功名，他们便前来提亲，如果不成，便下药救济重施。因此通过此套路，邱杰成功将2个女儿嫁到了状元家中。这次看到李光耀和王有才天赋异禀，一定能够高中，便想在他们2人中选中一位。谁知李光耀却第2天离开了邱府，于是他们便看上了王有才。可是这王有才中了榜眼之后便不认账，拒绝了邱府的提亲。于是邱府便给王有才下药，给王有才一个机会。可是王有才虽然是个书生，但是也是聪明绝顶，他识破了这场阴谋，结果邱府便没有救治王有才，因此王有才一命呜呼了。李光耀嘴巴张得老大，难以相信邱杰表面和善温良，内心却黑暗邪恶的人。可是小云和郎中为何在此呢？原来小云在邱府多年，深知邱杰2个女儿嫁到状元的套路，在得知李光耀谢绝了邱杰的好意之后，他便想也效仿邱杰对李光耀施之己恩，这样以后荣华富贵，就此翻身了。他先是故意打翻了盘子，然后第2日便抄了邱杰的秘方赶回了家，与那郎中父亲商讨计划。就这样李光耀成功被下了套，最后还要感恩戴德对这个救命恩人小云。李光耀恍然大悟道，没想到世间竟然还有如此荒唐的勾当，为了一步登天，真是机关算尽。可怜我还想着官服加身之时去娶你，没想到这都是你们的阴谋。此时那女子说道，可惜啊，本来我还想救王公子，结果被邱府的人发现了，追得我跳入河中，幸好公子相救，只是没有救得了王公子。李光耀安慰道，世事难预料哀，不过姑娘，为何你对这些事情如此清楚？你到底是谁？女子说道，我算是邱杰的亲戚，邱杰大女婿的妹妹。我哥哥自从娶了邱杰的女儿，整日郁郁寡欢，因为邱杰一家本是没有文化，这也造就了我那嫂子目不识丁。哥哥本想功成名就之时能够娶得贤妻，与他情投意合，可是最后碍于救命之恩以此要挟，只得最终娶了嫂子。谁知嫂子5大3粗，根本与哥哥不般配，于是哥哥变相诉苦，这样的日子真是如坐针毡。最后哥哥实在受不了，就在前不久自杀了。我无意中听到嫂子与邱府的人谈话，得知他们还会物色下一个人选，想给嫂子再找个不错的夫婿，于是暗中调查，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不想李公子和王公子重蹈我哥哥的老路，所以特来提醒。李光耀听后深呼一口气道，我们虽不相识，可是没想到姑娘为了我和死去的王兄竟然仗义相助，真是女中豪杰啊。我看姑娘仪表端庄，气度优雅，也觉得姑娘并非一般家庭，原来家中也出过状元。女子被李光耀这么一夸，竟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一红，低下了头，但是随即说道，眼下我们还是赶紧报官吧，把这些坏人一网打尽，以免再有国之栋梁遭此劫难。李光耀气定神闲道，对，绝不能再让这些小人祸害别人的善心了，咱们这就去。就这样，他们先是将小云和郎中押到了衙门。县老爷得知此案重大，牵扯到了当朝2位状元，一位新科状元和一位死去的新科榜眼，于是上报了朝廷。皇帝钦点李光耀作为钦差大臣特查此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再加上邱杰2女婿也在堂上作证，最终判定邱杰一家处斩，2位女婿的婚姻无效，郎中与小云也被打入大牢。而李光耀被那位女子的豪气与胆识所吸引，再加上那位女子在学术上也颇有造诣，最后2人便拜堂成亲，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如果你的救命恩人想要你以身相许，你会怎么做呢？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